你们为何要这样做？我们可是空门啊！因为他们真身早就被我封锁，现在在这里的只是傀儡啊！空军，你枉为天道代言人！笑话！你以为我为何能这样做？因为这本就是天道本意呀！这不可能！洪荒分三道，天地人，天道自然不想分出权柄，那自然只能把其他的两道给毁灭了。现在洪荒天下，我为至高，你们全都去死吧！刚刚那是什么画面？我不是在家睡觉吗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本系统让宿主看的。宿主现在穿越成了通天教主。我竟然穿越成了通天教主！因为洪荒世界被红军独占，让我寻找能够改换格局之人，所以我找上了宿主。那系统，你有什么功能？本系统名为超神大礼包系统，只要在特定地点签到，就能获得奖励。检测宿主当前环境，奖励新手大礼包是否开启？开启。恭喜宿主获得混元大罗金仙修为本源一份，宿主可借此本源自斩圣位，重走大道。检测到宿主身处金鳌岛，签到获得弑神枪，此法宝缺失枪头意念。天道圣人寄托元神于天道，终究是天道傀儡，唯有混元大罗金仙，伟力归于自身，才可得大自在与大超脱。不愧是弑神枪，真是强大。通天，速来紫霄宫，共议封神榜事宜。检测到紫霄宫可签到，奖励混沌至宝混沌珠。系统，我要签到。签到成功，超神大礼包已生成，奖励混沌珠1枚。通天，见到诸位师兄姐为何不打招呼？莫不是得了圣位，长幼尊卑也不懂了？洪荒六圣，除了女娲和我，其他的早在登上圣位后就被调换了，真身早已被锁在天外天。你也还知道长幼尊卑？既然你从未尊重过我截教，我凭什么要尊重你？你放肆，找死！今日吾便要看看谁能逼武通天。够了！今日议事，只为封神亮节，天庭空缺，需三教弟子入榜为神，填补空缺。道祖明鉴，吾西方贫瘠之地，鸟不拉屎，门下大猫小猫3两只，实在难担此重任啊！恳请老师开恩，特许我西方众生勤修功德，不入亮节，否则西方教就要灭门了。通天，你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气运鼎盛，此榜当由你签下。通天师弟，还犹豫什么？你截教尽是些披毛戴角、师生卵化之辈，乌烟瘴气，让他们入榜，更好还一个清净。师兄所言极是，截教仙鱼龙混杂，根性浅薄，正该当此大劫。通天道友，莫要不识抬举。吾拒绝，谁的因果谁了。你们犯下的杀劫，想让吾截教填榜买单，妄想！通天，违逆道祖法旨，你这是要逆天而行。逆天又如何？今日吾便是要逆这不公之天，各凭本事，各安天命。想逼我签榜，问过我手中剑答不答应？谁敢逼吾？通天，尔为天道圣人，理当为天道效力，顺天应道。通天，尔为天道圣人，理当为天道效力，顺天应道。执迷不悟，既然你逆天而行，今日吾等便替天行道。
住手！别忘了这是紫霄宫，你们要在我的道场兵戎相见吗？通天，你可知对抗天道是何下场？别忘了，你是天道圣人，这是你应该顺应的大势所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若是连门下弟子都保不住，要眼睁睁送他们上榜填劫，那还算什么圣人？红军，你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圣人还是提线木偶？既然这天道有眼无珠，视我截教为草芥，那这圣位不要也罢。哼，还不要也罢，有本事就自斩啊！那便看好了，今日吾通天自斩圣位，休与尔等为伍。你要自斩圣位？通天，你疯了吗？今日吾通天不再做这天道傀儡，斩！斩！检测到宿主自斩圣位，混元大罗金仙本源开始融合。他竟真的敢自斩圣位！该死！我与天道的河道竟然出现了裂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封神榜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多宝，传吾法旨：金鳌岛即刻封岛，所有弟子不许随意外出，违者逐出师门。弟子谨遵师尊法旨。立刻着手整顿截教，清算那些败坏气运、心思不轨之徒，尤其是长耳定光仙之辈，一个不留，杀无赦。通天自斩圣位，必元气大伤。可恨那金鳌岛被至宝遮蔽，竟看不穿深浅。既无法推算，便须得找颗棋子去试探一番。鲲鹏，你替吾去金鳌岛走一趟，探清通天虚实。若能探得虚实，吾便助你冲击那梦寐以求的圣位机缘。愿为圣人效劳，万死不辞。敢舍弃一身修为，还敢折辱我的面子，通天！今日我就要让你在洪荒众生眼前颜面尽失。待吸收完之后，我就能法力正道了。不过也不能自傲，系统说过，想要以力正道，必须法力、元神、肉身、法则全部正道后才行。通天道友，何不出来一见？通天道友，你自斩修为，想必是看不上那圣位了，不如交出鸿蒙紫气，助老祖成圣。鲲鹏老贼，竟然趁人之危！师兄弟们，结阵，诛杀此僚！众弟子听令，谁也不许妄动，退下！要是鲲鹏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，竟让你如此大胆，敢犯吾道场？
少废话，交出此器，你可免死，否则休怪本座心狠手辣。鲲鹏老祖，莫要嚣张，今日也让你尝尝不等手段。通天，看来传言非虚，你果然虚弱不堪。仅凭这2具分身，挡得住本座吗？今日夜雨之主不到圆满。疯子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报！不！疯子，通天，你就是个疯子，竟敢自爆准圣分身！道友不是想要鸿蒙子器，何不留下仔细观看？鲲鹏，当年你因为鸿蒙子器落在我兄弟红云身上，最后暗杀了他。今日我就要为他报复。都给我滚开！鸿蒙子器在吾手中，有能者尽管来取。至于那背后的老鼠，就老实躲在阴沟里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混账东西，找死！不行，现在还不能出手，不然会引起其他人的警惕。也罢，就让你嚣张一会儿，先让你的傀儡师兄们好好陪你玩玩吧。这不可能！通天自斩圣位，截教气运理应崩塌，为何现在稳固下来了？这股气运稳如泰山，甚至隐隐有化龙之势。通天究竟做了什么？难道他找到了镇压气运之物？不会是混沌钟吧？装神弄鬼，待我推演一番。该死，天机混沌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师兄，截教的气运变了，这绝非诛仙四剑能做到的镇压效果，有可能是消失已久的混沌钟。若截教气运不散，那还怎么毁灭截教？怎么壮大我西方教？不能再坐视不理了，师兄，我们必须尽快介入。鲲鹏重创，暂时无人敢来滋事，此时不破，更待何时？本源融合进度100%，恭喜宿主法力正道混元大罗金仙。混元大罗金仙成了，从此天道不再是枷锁。接下来得去找昊天，若是后续布局他能配合，那将会更加顺利。恭喜宿主在凌霄宝殿签到成功，获得奖励大剑道术。金鳌岛那边有善恶两师镇守，更有弑神枪。我本身则是法力正道，再加上大剑道术，这下安全倒是无虞了。通天师兄，你重振圣位了？非也，这不是圣人之位，而是混元大罗金仙。混元大罗金仙，师兄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这条路除开杨梅大仙之外，从未有人走通啊！你们以为为何无人能走通？那是因为这一切都是红军的算计啊！红军只传功德，斩三师2种正道之法，却隐瞒了法力、法则、肉身等多种正道大道。老师怎么能这样？他是把整个洪荒都给坑了呀！你们有想过，为何他不给你们其他的正道法吗？他是想要我们做傀儡。你们身居大气院，一旦有了正道法，混元之位便不再遥不可及。而现在，只要我们无法正道，哪怕天地又如何？注定无法挣脱红军操控，永世为奴。昊天，你既是执掌3界大权的天庭之主，甘愿做一个提线木偶吗？坐拥无尽气运，却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这真的值得吗？不，我不愿意。好，你既然心存大志，就更应该摆脱桎梏，不惧天道。你为天帝，当镇压世间一切敌，哪怕道祖和圣人也无法左右你。还请师兄教我。师兄，你这是要……办法我已经给你了，就看你敢不敢做。做，那我便是生死道消。这傀儡天地，我不做了。天庭这边算是已经解决，接下来便是地府了。传令，立即筹备蟠桃盛宴，广邀洪荒诸仙，积蓄天庭力量。师兄，此举动静太大，势必引众圣关注，甚至招来祸端。让他们看，要的是真正的天地权柄，哪怕是圣人，也别想再把我们当傀儡。通天必有至宝护持，截教气运稳固的诡异。师兄，若非混沌珠或混沌钟，绝无可能。在老师眼下，他不可能突破混元，但是敢自斩圣位，手中或许有什么底牌。我西方教与截教因果最浅，不如由吾前往金鳌岛，以探讨封神为由，亲自试探通天一二。善，师弟此去务必小心。大兄，通天太过自傲，我们与西方教合作是在救他，此法你觉得如何？通天道友，准其前来拜会，商讨封神事宜，还请道友现身一见。恶师当是胜。恶师道友，莫急，等我先去试探一番，若是可以，再前来出手。你是想死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才多久，通天的善师就凝聚成功了？难道他真的突破了混元？不管如何，一试便知。有师兄在暗处，我不可能有事。还请道友签下封神榜，不要让我太难做了。有能耐的话，就来一试。哼！道友，我进来了，但你的诛仙剑阵好像不太行啊，是吗？这是弑神枪，你得到了天道异宝弑神枪，这是一个局。通天，今日你伤我圣人本源，我与你不死不休。张，今日若非天道在此，吾便要斩了你这伪圣。师弟莫慌，师兄来助你破阵。师弟，不可恋战，这阵法太过诡异，快走！通天，此仇我必报！今日昭告洪荒，无截教不可欺，再有算计者，虽远必诛。速
宿主当前所在地府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天道级6道轮回拳。6道轮回拳，不知道对掌握6道轮回的平心娘娘如何？通天道友，恭贺正得魂元。地府清冷，竟劳驾圣人亲至，还请入内一训。娘娘客气，贫到此来，为地府亦为洪荒，不得不谨慎屏蔽天机。娘娘困守地府，受天道压制已久，贫道偶得一法，或许能解娘娘燃眉之急。这拳意竟与6道轮回如此契合，仿佛能调动整个地道之力。此拳法可助娘娘彻底掌控轮回权柄。多谢道友，掌握此法，我就能摆脱天道桎梏，行走于洪荒大地之上。这次我来此的目的，想必道友也猜出一些了。我想与道友联合，对付四圣与红军。吾深知其谋，既得道友相助，我自当联手。另外，我可放出部分地府权柄给道友，共修轮回大道。善。怎么回事？生死簿为何暴动？快镇压！若生死簿有事，地府大乱！感应到了，是轮回真主的气息。完了，至宝跑了。这是生死簿，道友，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生死簿乃地道至宝，择主而事，乃是天意。看来道友这轮回权益已得地道认可，这倒是意外之喜。道友不必介怀，这或许正是吾等地道脱离红军束缚的契机。收下吧，他既认你为主，便是你的机缘。通天道友助我炼化，地道当大兴，轮回不可缺。今日吾要以地道利用，覆盖所有衍生世界，彻底完善洪荒轮回体系。这股力量，平心娘娘竟如此果决，完了，西方在地府万载谋划，彻底落空了。平心，你敢？速速收回地道之力，休要妄动天机！天道反噬，天道居然在护着平心，难道此举竟有利于洪荒本源稳固？虽说洪荒越强，我亦越强，但同时我被天道同化的速度也会越快。到时候，我还会是我吗？平心，你的计划是绝不可能成功的。师兄，通天与平心联手，声势浩大，吾等需知晓地府究竟在谋划什么，恐对西方不利。滚！欺圣太甚，我等可是圣人，他居然敢如此侮辱我等。还有，他为何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动作？难道是想插手封神结束吗？同化四周世界，居然有如此多的功德，地府做的，我天庭也未尝不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地府是第一次做，所以功德庞大，但天庭为何也如此？难道天庭有什么特殊的吗？那就让我门下弟子去那天庭走一趟吧。昊天，师尊元始天尊有旨，
命我等阐教12金仙入驻天庭，分润功德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速速册封神位！我人教也要一份功德，还请天帝莫要自误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与西方教也愿为天庭效力，天帝不会厚此薄彼吧？放肆！天庭神位乃天道册封岂容尔等强索？你们眼中还有没有朕这个天帝？天帝不过是老师们扶持的傀儡。昊天，识相点，将封神榜交出来，免得自取其辱。放肆！我等奉师尊法旨，在此镇守天庭，尔等也敢插手？赵公明，你截教不过是自斩圣位之人的余孽，师生卵化之辈，也敢在此叫嚣？滚开！谁敢踏前一步，休怪我们三教不客气。你敢动手？吾乃道祖亲封天帝，尔等藐视天威，当诛！冥顽不灵。请圣人法旨。天帝，在圣人法旨面前，你的这点威严不值一提。阿弥陀佛，天帝，现在可以谈谈神位的事了吗？速速交出神位与功德！朕乃道祖亲封天帝，尔等欺人太甚。老大的胆子，真当我截教无人了吗？那又如何？一个跌落圣人位置的法旨，也敢拿出来贻笑大方？既然不退，那就留下吧。怎么可能？难道那位又重新证到圣人了不成？刚刚让你们走，你们不走，那现在就都留下吧。诛仙剑阵起！多宝师弟，你这是何意？快撤去剑阵！吾等皆为三教一体，莫要伤了和气。三教一体，当初逼迫我师尊签封神榜时，怎不见你们提三教一体？刚才欺压我等之时，怎么不见是一体？通天圣人建议正德会员大罗金仙，这布局足以颠覆洪荒。遵通天道有法旨，天庭众神听令，全力运转周天星辰，投影天庭概念至衍生世界。天道大势，圣人归位，一切皆在吾掌控之中。不可能，吾的规划怎么全是变数？通天，是你！通天，你竟敢逆天而行！成了，天庭气运暴涨，这泼天的功德全是朕的。功德，我们的功德，师尊为何还不出手？两位师弟，此乃东方机缘，与西方无关，请回吧。太上师兄，当初可是说好的，如今你这是卸磨杀驴！滚！通天竟敢用诛仙剑阵困吾弟子，抢夺功德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圣人之下皆是蝼蚁，吾不信通天能以混元之力与天道圣人抗衡，非吾破！这就是圣人之威，圣人一击，无人可挡。完了，天庭要毁了！师尊，元始，你敢！元始，你身为圣人，竟对天地强行掠夺功德，简直丢尽脸面！吾截教绝不会坐视不理，你太放肆了！通天，你竟然不顾三清情义，当众辱吾至此！今日吾必与你死战！要战便战！
先天至宝之威，又岂是你那旁门左道的剑术能比？受死！行，之蛙，法则之下，大宝亦可压制。去。师尊竟然受伤了，这不可能！潘古帆的先天至宝怎么会输给通天的剑？这不是圣人手段，能压制至宝，他争夺混元大罗金仙了！通天，安敢如此折磨我？计分高下，解决生死。够了，亮节之前，不得再妄动干戈。被挡回来了，这股气息浑元如一，自成天地。看来他真正了浑元大罗金仙。这样下去，恐怕真要让通天一人吃下全部功德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全面爆发亮节，无变借诸圣混战，彻底崩碎这洪荒天地，重演地水火风。红军道友，久违了。洪荒好久没有这般热闹了，吾也回来凑凑热闹。杨梅，你也想插手洪荒之事？道友火气还是这么大，既然不欢迎，那贫道去也。前有平心，后有杨梅，如今通天又脱离掌控，这亮节的变数太多了。无需闭关悟道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刚刚红军应该是想对我动手的，但杨梅的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。节气爆发的太快了，这绝非正常现象，除非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红军这老狐狸，我懂了，他根本不是要等亮节自然爆发，他是要借圣人大战，摧毁诸天万界格局的雏形，将天道压下，超脱天道。好一个红军，想借圣人争斗，毁掉万界拱卫洪荒的格局，以此断绝众生生路，独尊天道。我绝不允许！万界格局既已成型，谁敢毁它，无便斩谁！检测到宿主决心，触发神级选择，请前往大商都城朝歌签到，签到奖励100万份大道功德。朝歌，正好，去看看那人王地心究竟把这大商治理的如何了。文仲与你辅佐得力，这大商兵强马壮，国运昌隆。地心这小子不愧被称为三皇五帝后第一帝王。师尊谬赞，如今大商奉行神为人用，截教弟子入世辅政，人道气运已有复苏之势。人族兴则截教兴，这良性循环正是吾想看到的。哼，老鼠进米缸了。西方教白莲童子，准提接引，这两个老东西这就坐不住了，想破坏大商气运。欺人太甚，竟敢在吾眼皮底下搞鬼！弟子这就去将其擒拿，碎尸万段。不急，杀鸡焉用牛刀，留着他有用。师尊的意思是？系统签到。恭喜宿主朝歌签到成功，100万份大道功德已入账。100万份，这可是足以媲美当年女娲造人的功德量。红军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算计吾？怎么回事？天机为何突然如此混乱？这股气息到底是谁？谁在算计我西方教？难道是通天不成？又被算计了！通天，你究竟还藏了多少底牌？快，传讯准提，计划有变！地心，亮节已至，大商气数将尽，此乃天定，你可知晓？孤已知晓。人王虽尊，却受天道压制，无法修仙。
在圣人眼中，不过是待宰羔羊。若无传你一法，不修仙道，专修自身，即仙、巫、妖三族之长，可破人王桎梏，逆天改命。你敢学否？教主此言当真？此乃武道，以身为种，粉碎真空。但这是一场豪赌。孤愿以成汤600年基业为赌注，若成，人族重返巅峰，不再做神佛傀儡；若败，孤与大伤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哪怕你是凡胎，无意能助你屠神。接法！给我破！声势太大，会被那几个老家伙察觉。哼，人族气运微颤。哼，通天，你妄图扶持人王对抗天数，终究是螳臂当车，徒增笑柄。好，这是哪位后生在抗争？圣人压制我人族太久了，哪怕身死道消，也要咬下天道一块肉来。大罗金仙境的肉身战力，地心，此法需隐秘修行，待封神开启，给诸圣一个惊喜。多谢教主再造之恩。众圣听令，速来紫霄宫2翼封神。红军来的正是时候。触发紫霄宫2次签到任务，地点紫霄宫，奖励造化玉蝶碎片。造化玉蝶碎片，那可是蕴含3000大道本源的混沌至宝，这奖励我拿定了。走。检测宿主抵达紫霄宫，签到成功，奖励造化玉蝶碎片1，已存入系统仓库。到手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吾的造化玉蝶少了一丝本源气机？天道之下，竟有事能瞒过吾？莫非是变数？老师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二师兄、大师兄，还有西方2位道友，只为了那一点点功德，竟然不惜亲自下场驱赶西方。这番令人作呕的嘴脸，吴通天今日算是彻底见识。通天，休要在老师面前逞口舌之力。若非你截教弟子不知天数，何至于此？封神榜已定，剩余神位不多。此番亮劫，因果纠缠，凶残程度更胜往昔，尔等好自为之。元始，弟子在。此乃打神鞭，可配合封神榜使用。上打8部正神，下打散仙游魂，用以鞭打诸神，以敬校友。弟子谢老师赐宝。打神鞭，好宝贝。什么？此物甚合吾意。二师兄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宝物无截胡了。通天，放肆！这是老师赐予我的，你敢抢夺？给我放下！放下！既然这打神鞭能鞭打诸神，我倒要看看能不能打你这个圣人。元始，接我一鞭！通天，在紫霄宫大殿放肆，眼里还有没有天道？师傅，就让我来看看你的实力如何吧。不过是蝼蚁撼树，看一击，吾便让你知晓何为真正的道。去！通天这是在以身试道，他竟敢把红军道祖当作磨刀石。还要多谢道祖，让我剑道得以精进。既然你想学，那为师便让你学个够。通天，既要悟道，吾便成全你。这是
红军居然利用天道力量演化出来的剑道长河，来得好，给我吞！热闹，真热闹，这就打起来了。本尊有难，弑神枪，给我刺破这鸟宫门！诛仙阵图起，诛仙剑阵降临紫霄宫，今日便要掀翻这天道道场。那是弑神枪，此乃魔道至宝，杀伐过重，理应由吾西方教镇压度化。师弟，机不可失，速夺！放肆！东方至宝，岂容尔等西方染指，滚回去！刚好，我现在给诛仙剑阵镇压了，看那通天怎么死。昔日巫妖亮节，你堵我不周山大门，今日本宫便与你好好算一算。女娲，你疯了！那便战！竟然借吾之法则长河正道，那便让你吞个够！老不死的，想撑死我，做梦！100万大道功德出！大道功德如此海量，他通天是把天道给补了吗？这等功德足以再造一尊圣人。可恶！有此功德护身，吾竟动不得他分毫。多谢道祖赐道，哈哈哈哈！女娲道友，多谢相助。吾之至宝，尔等也敢染指？今日我便让你们尝点苦头！通天道友，误会，老师救命啊！通天，住手吧！好啊，不过做错事总要付出代价，交出东方青莲宝色旗，否则今日便让你金身破碎，跌落圣位。不可能！老师，你看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他们不识抬举。师弟，给他，快给他！给你！行了，封神榜之事已定，365路正神各安天命，通天直打神鞭，元始直封神榜，大商气数将尽，天命在西岐，尔等无需多言，速速退去，各回道场准备应劫。师尊，弟子根性浅薄，恐难逃此劫。玄都莫慌，为师决意斩去善师太上老君，让其入封神榜，待你应劫。通天尽尽诡异，无需心无旁骛，闭关推演其正道之法才行。没想到最后还是太上老君入天庭，看来想要彻底更改命运，还需要更多的谋划才行。二位道友，留步！通天如今势大，单打独斗谁也不是对手，不如我们联手清算。妙哉，道友此计甚合吾意。通天正道混元大罗金仙，绝非正常。天道定数之中，绝不允许此等变数存在。通天背后必有域外混沌势力协助，是杨梅，还是那遁去的平心？既然你们想玩，吾便将计就计。通天，你以为你跳出了棋盘，殊不知你便是吾诱杀域外强者的诱饵。待那域外之人现身助你，吾便将其连同你一起吞噬，滋养洪荒，彻底掌控天道。紫霄宫受辱，圣人视吾等如蝼蚁，亮节将至，若再被动，天庭危矣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必须摆脱圣人控制，主动入局，
这洪荒棋局，吾也要止子。陛下，娘娘，大事不好，出大乱子了！身为天庭重臣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讲。下界土地神急报，瑶姬与一凡人私定终身，还诞下3个子嗣。瑶姬，她是天地亲妹，竟敢公然违背天条！放肆！天家颜面，岂容他如此践踏？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！传朕法旨，速速控制那报信的土地神，将其封入蟠桃园，严令封口。遵旨。此事若有一字外泄，动摇天庭根基，朕拿你试问。遵旨。陛下，此事蹊跷。你也察觉到了？瑶姬下界极为隐秘，即便生子，也有法力遮盖。但这消息传回天庭的速度快得不合常理。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这是想借瑶姬之事，让天龟沦为笑柄，动摇陛下这天地之位的正统性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！不管是谁，敢算计到朕的头上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乱吧，越乱越好。昊天，你虽为道祖童子，但这天地之位，有德者居之。这一局，吾西方教要定了。检测宿主抵达蛙皇宫，签到成功，奖励人道图谱碎片。竟是人道图谱碎片，其中蕴含的人道之力如此庞大，若能集齐，便可执掌人道。看来红军手中定然握有天道图谱，这老道藏得好深。通天师兄，欢迎来我蛙皇宫。不知师妹叫我前来是有何事？我想知道，之前大商气运暴涨，是否与师兄有关？是我传了地心武道之法。武道？你身为圣人，竟敢逆天而行，干涉凡间人王？逆天？所谓的天，不过是红军的一言堂。女娲道友，你还看不透吗？红军隐藏了多元正道之法。以前有怀疑过，毕竟以前巫妖二族那么多妖孽，12族无根角更是不弱谁，但就是无法出一位圣人。没错，当初巫妖二族若非被他误导，本有机会证到浑元大罗金仙。人族为何能成为天地主角？不过是因为人族孱弱，更容易被他控制。我的猜测居然是对的，不过可有证据？三皇五帝被囚火云洞，便是铁证。人族若兴，必先断其脊梁，这就是红军的算计。原来如此，鸿蒙紫气吞噬了造人功德，把我绑死在天道战车之上，成也紫气，败也紫气。给吾开！我看见了未来，亮劫若我不出手，气运必损，甚至沦为弃子。看来得想办法自救。我因人族气运成盛，可以借助人族主体种族的支持，哪怕没有鸿蒙紫气，亦可窥探人道本质，化身人道圣人。道友真是明白人。看来这封神亮劫，我一定得插手了。女娲道友，此乃人道图谱碎片，乃是我机缘巧合之下获得，可以助你快速掌握人道力量。这是纯粹的人道之力。时不我待，师妹与我速速参悟。原来这就是人道，自强不息，人定胜天。比起冰冷无情的天道，这才是吾该走的圣路。混沌出，封天锁地。圣人终期，造人鞭的威力更是提升了数倍。通天师兄，这等大恩，若无通天，吾恐怕永生都要做那天道的傀儡。通天道友，此恩此情，吾女娲永世不忘。道友言重了，你我既然结盟，自当相互扶持。口说无凭，今日吾便立下大道誓言：大道在上，吾女娲今日立誓，在封神亮劫之中，
必将全力以赴支持通天。若违此事，道心崩碎，大道诛灭。好，有女娲道友相助，何惧四圣联手？只是现在道友还需隐藏修为，作为我们的底牌。吾明白。还请师妹紧盯太上和元始的动向，确保不会出纰漏。是多宝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师尊，出大事了！天庭的长公主瑶姬私通凡人杨天佑，诞下3子。如今消息已经传遍洪荒，天庭颜面扫地。瑶姬，昊天的亲妹妹，这是触犯了天条大忌。好一个算计！瑶姬身具仙骨，怎会轻易动凡心？这背后有圣人的影子。你是说，有人在算计昊天？不仅是昊天，女娲道友，方才吾推演天机，发现瑶姬那个刚出生的女儿，与你有一段极深的师徒缘分。与我有缘？不错，封神谅解的暗流已经借着这件事彻底涌动起来了。看来我们得去凑凑热闹了。瑶姬的事情被泄露出去了，好大的胆子！这洪荒众生，当朕的凌霄殿是后花园吗？陛下息怒，都怪老臣。与你无关，这很明显是有人算计，他们都想看朕的笑话。陛下，家师有言，瑶姬长公主思凡乃是西方二圣的算计，意在动摇天庭气运。西方教？正是。家师还推演道，那杨家二郎杨戬乃是亮节应节之人，已被阐教12金仙盯上。三妹杨禅更是与女娲娘娘有师徒之缘。好一个西方教，想算计朕，这危机背后可是送上门的大机缘。既如此，通天道友的情分，朕记下了。太白，老臣在。速传天蓬元帅觐见。末将天蓬参见陛下。天蓬，点齐3000天河水师，即刻下凡，去灌江口，将瑶姬、杨天佑及那3个孽障全部给朕押解回天庭，不得有误。陛下这语气不对啊！若是真怒，早就一道雷劈死杨天佑了，何须押解？莫非是要让那杨天佑背锅，保长公主和外甥？末将领命，定不负陛下重托。来了，那种压抑的气息是天庭的兵马。天佑，快带孩子们走！夫人莫慌，你可是天庭的长公主，玉帝的亲妹妹，我是玉帝的妹夫，他们谁敢动我们？天条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等见了玉帝大舅哥，我定要和他好好论论这亲戚关系。以后这3届，咱们家也是皇亲国戚了。长公主瑶姬私配凡人，触犯天条，不奉天地法旨，待你归位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玉帝的亲妹夫。杨天佑死到临头还嚣张，来人，全部拿下！瑶姬长公主，莫要让末将为难，跟我们走吧。慢着，此事已传遍洪荒，我看谁敢动我的妻儿。昊天，你这冷血的天帝，为了所谓的颜面，就要拆散你的亲妹妹。天条何曾有情？你不配做天帝！大胆凡人，竟敢辱骂天帝！天佑退后！天不道，不对，我刚才出手可是控制力道了，他怎么可能身死？有大问题！天佑，父亲，醒醒，你不能丢下我！不要！我气，长公主入魔了！完了，事情彻底失控了！你们快带这3个孩子离开！瑶姬，醒来！女娲娘娘，求你施展造化神通复活天佑，只要能救活他，瑶姬愿受永世镇压。瑶姬，你冷静。杨天佑他有问题。什么？看清楚了，
这就是你的良人。莲花印记，这看到了吗，瑶姬？你所谓的情缘，不过是窃取你气运的算计罢了。通天，完了，计划败露了。那是西方教的印记，竟然是圣人算计。原来瑶姬长公主是遭了暗算，这西方二圣实在是太过阴险了，无耻啊！圣人居然出手做出这种事！够了，欺吾太甚！不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放肆！区区天帝居然敢对圣人出手！现在滚回去你的天庭，不准擅自踏足人间！通天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人最是看不惯这种在背后算计他人的阴险小人。今日，本教主就来替天行道。昊天，去做该做的事吧。多谢通天师兄成全。这就是朕的报复！再有下次，不死不休！若是不服，尽管来找我；但若是再行这种下三滥之事，那就别怪我行无门之举。通天，昊天，西方教的因果，尔等必须百倍偿还！无法事，定要让你们在封神亮劫中付出惨痛代价！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娘子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通天教主，求您斩断我与这位情人的一切牵连。依天条裁决，粉碎杨天佑真灵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不要！没想到一切都是他人算计，是我害了兄长。瑶姬，杨禅与本宫有缘，可为本宫的入门弟子，不知你同意否？愿意。禅儿，快来拜见女娲娘娘。瑶姬公主，杨戬与贫道有师徒缘分，贫道可带他回玉泉山金霞洞修炼。玉鼎真人是圣人弟子，这样倒是不用担心杨戬的安危了。杨戬与杨娇是为师给你找的弟子，你可愿意？半神血脉，天赋非凡，不错。不知瑶姬你意下如何？多谢教主，我愿意。弟子杨娇，弟子杨戬，拜见老师。这2件灵宝就当是为师给的拜师礼了。通天师叔，这杨戬是我先看中的，这样不好吧？不服，那就让元始来与我说道说道。瑶姬，你虽为歹人陷害，但终究触犯了天条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罚你镇押于桃山100年，你服否？瑶姬认罚。老师，求您救救我娘亲吧！老师今天就教你第一件事，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。请宿主前往不周山残骸签到，任务完成可获得系统奖励盘古玉髓。盘古玉髓，看来不周山得去一趟，先做一下准备。洪荒最大的意外就是红军，能与他对抗，只有混沌魔神杨梅老祖了。我这就派分身去请他助阵。100年转眼就过去了。这是以西方教弟子精气神所熔炼而成的金丹，在这100年中好好炼化，有了实力，不至于再如此。兄长，道友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，请道友帮我拦下红军。我为何帮你？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道友难道不想看见他跌落圣位，被众生唾弃的样子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有趣，这个忙我帮了。检测到宿主抵达不周山残骸，
签到任务开启。签到。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盘古玉髓9滴。不周山乃盘古脊柱所化，盘古玉髓乃是脊骨核心，有了这9滴玉髓，我的脊柱也能和盘古一般，继而带动肉身变强，肉身正道。这股气息是盘古？怎么可能？不周山复苏了！梵天印为何不受控制？给我镇压！天逆天而行，而敢！哈哈哈哈哈！红军道友，这是急着去哪儿？杨梅，你要阻挡天道大事，那是你的天道。若有本事，今日便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通天师兄，这不周山没什么，师妹，能否借乾坤鼎一用？洪天，那翻天印乃无阐教之物，你敢炼化山体，吾定不饶你！是神枪！不周山乃盘古脊梁，你也配染指？道友，但这不周山也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哼，那就论一下拳头吧。诛仙剑阵，起！好好待在诛仙剑阵里吧，等解决不周山之后，再跟你们好好论道。通天师兄，不周山与洪荒大帝长在一起，若是炼化，必将天翻地覆。那因果业力，即便师兄是浑元大罗金仙，恐怕也难扛啊。师妹，我自有分寸。滔天业律又如何？一切因果，吾通天一肩担之。这气息，全力破阵，绝不能让通天计划成功。不周山不能再逆转为父神脊柱。破阵。这些傀儡真香，要不是我知道真相，真认不出。可惜我来了，成功了。动手！是神枪！区区业力，给我吞了！想吞天道业力，做梦！天道，我以大道功德助你蜕变，你是混沌青莲根所化，一定可以。通天师兄太恐怖了，连灵宝都骗。通天教主，我来还你帮我教训鲲鹏的恩情，为你切断洪荒大帝的阻隔。多谢镇元子道友。通天，死来！好恐怖的业力，幸好我只炼化了翻天印，换我早就死了。通天，滔天业力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因果业力又如何？我身不朽，万般因果业力难灭我身。今日我借业力锻造弑神本源。不神，助我！融合盘古脊柱，不周山虽被撞断过一次，但盘古神力未灭，若被通天吸纳，恐怕……
这就是我肉身正道的根基。今天他难道是疯了吗？竟然想要在这洪荒世界之中重铸混沌魔神之体，这应该是父神脊柱的原因。只有真正的混沌魔神之体，才能承载盘古脊柱的庞大神力。先天神明无法承载混沌之力，或许接下来不用我们出手，因果业令之劫再叠加天罚，通天这次死定了。因果业令、天劫、天罚，不过是无知养料，给我破！通天最后若是真的能够成功的话，恐怕将成为洪荒之中的第一尊混沌魔神，要走盘古的以力正道法。红军啊，红军，哼，就问你慌不慌？该死！平心在暗中盯着，只要我想离开这边，他绝对会联合杨梅对我出手。红军，别想着捣乱了，给我待在这里静静观看吧。竟真让他凝聚混沌魔神躯雏形了，可惜这里是天道为尊呐。冯军，你这是完全不把本宫放在眼里啊！是神枪，随我破了这天罚！区天劫也敢3番5次招惹本教主！通天这厮竟如此凶猛，老师呢？老师为何还不出手？断其道士！你们敢！女娲师妹，这事与你无关，为何掺和？还请师妹别自找麻烦。师妹莫急，先让我陪他们玩一会。你们以为人数优势能赢？今天让你们看看差距。之前的是混沌魔神劫，现在是我的正道天劫，欢迎你们进来游玩。我们走远点。我们只是走个过场，何必闹这么僵？想走远，你们想得太美了。真被天劫照了，你也没好处。不，让你们被正道天劫好好洗礼，是件有意思的事。你们两个就在正道天劫里好好享受吧。该死的通天！你们还是好好想想，怎样才能度过这场变异圣人天劫？一个不小心，道损就真悔之晚矣。哼，你自己不也一样？哈哈哈哈！别把我和你们这些废物混为一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区天劫，能奈我何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师傅，实力真是强大无比，不受天道束缚，强大的不可思议。师傅简直太厉害了，其他圣人连师傅一根手指都比不上。快了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朕也将有机会证到浑元大罗金仙，即便是道尊，也无法阻拦朕的脚步。太好了，当时选择和通天师兄合作，果然没有错。真的不愧是强大无双的通天教主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可也不能落后了。想灭寡人的朝歌，寡人要让这人间之地成为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神的葬身之所。这点小把戏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了，红军。该死，通天的疯狂已经刺激到天道意志，天道要复苏了。够了，杨梅、平心，你们若再继续阻止下去，天道意志将真正复苏。到时候，通天绝对吃不了兜着走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天道意志复苏，我可以停手，但你若在暗中出手，哪怕天道意志复苏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到此为止吧，这场闹剧，洪荒承受不住你们的战斗了。老师终于出手了，再继续渡劫下去的话，我们就惨了。老师，通天欺人太甚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
洪天，你等着吧，老师来了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哼，你这是还没被打够，居然都不敢看一眼，简直丢尽圣人脸面！哼，此事到此为止，所有人回去闭关思过，封神亮节前不得出道场。既如此，这天劫就请老师好好的协助一下。该死！他竟趁我镇压天劫之机，将天劫尽数炼化，天道意志再次复苏，需要耗费更多力量镇压。通天！多谢老师的帮助。怎么，老师不在你们还敢斗了？真当我不敢动手？洪天，我是你兄长，你真敢动手？你试试。这次收获不小，只可惜红军那家伙来得太早一点，不然还能多薅几次羊毛。师兄，这次你把他们全得罪了，他们若是暗中使坏，人族可经不起折腾。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现在的人间早已不同往日。走吧，贫道目前也没什么事，先去师妹的挖皇宫叨扰一番。天帝恐将大变。我按老师吩咐整顿了截教，但为何会有种莫名的感觉呢？我好像已经找到自己的道了，是要统领一方大教才行吗？好，那我就去确认一遍。多宝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前路，准胜有望了，终究没有让我失望。且看吧，多宝若真背叛，诛仙4剑之下，倒会多出一缕亡魂。无妨，我们现在需要注意的是红军，那老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体内竟然演化出了人道图谱的纹络，就算没有碎片，也能调动一部分人道之力。这对我很有好处，肉身更强，元神也获得了人道的护持。我虽融合造人鞭，也演化出虚影，但没有纹络，差别看似不大，本质却相去甚远。师妹不必着急，以你的感悟，迟早也能走到这步。借师兄吉言。不过此次出手，红军却也将师兄看作眼中钉。他的实力太强，同为圣人，我根本无法看穿。此次能请来杨梅大仙相助，后续亦可牵制红军。失道者寡助，我在想，是否可以找机会把红军所做的那些事全都公之于众。我已经有了计划，在参悟人道图谱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三仙岛就快出事了，刚好可以用三仙岛做局，泄露红军阴谋，让众生对抗他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做？功德足够，也可多出一位天道圣人。若被红军掌控，反会站到我们对面。所以最好是让更多人成为混元大罗金仙，以混元之力冲击天道枷锁。混元多了，则洪荒必乱。此计可行。这是人道图谱碎片，竟然能吞鸿蒙子气。混沌珠已经锁住。人道图谱碎片怎么会突然吞噬了鸿蒙子气？我好像知道原因了。鸿蒙子气本来就是天道产物，天地人三道之间本就能相互吞噬。人道图谱是人道根基，天道能压制吞噬人道，那人道同样也能吞噬天道之力来自我演化。损失一条鸿蒙子气，对天道而言绝对是不可承受之重。红军说不定也会因此倒霉。等下，我在这块碎片里竟感应到了属于圣人果位的雏形，只是距离真正成功还需时日。圣人果位？不会是人道圣人果位吧？鸿蒙子气脱离天道掌控，归于人道，天道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很有可能。鸿蒙子气为天道所化，现在被人道吞噬，这权属变化本身就足以刺激天道。这天道意志怎么会复苏？
天道，这是我地府的范围，不是你能随意侵入的。这天道怎么忽然疯狂了？不会又是与通天有关吧？我刚重建的地府可不能再出事。我们现在出去吗？天道意志复苏，我们若贸然出现，恐怕难以承受。先不要出去，免得再刺激到天道意志，那样就麻烦了。有一条鸿蒙紫气消失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搞错了？鸿蒙紫气很特殊，不该会消失。要是天道说它没了，那说明真的没了。怪不得通天那家伙会突然有了如此的胆气。找不到，我是混沌钟，不可能连挖皇宫与女娲一同屏蔽。混沌珠，怪不得通天那家伙会突然有了如此的胆气。抓住通天，将那混沌珠献祭给我，你将得到更多的天道图谱碎片，将有机会获得自由之身。我知道了。混沌珠，我也想要。通天啊，通天，你这出戏倒是给我省了不少麻烦。通天，给我出来！通天又做了什么？居然惹得老师如此愤怒？难道与之前天道意志复苏有关吗？之前天道复苏，难道是通天搞的？敢把老师惹得如此愤怒，通天这次死定了。我看他要怎么在老师手下求饶。通天这家伙最近的确越来越嚣张了，这次让他好好吃个教训也好。红军的老家伙怕是已经猜到我的底牌，想来抢混沌珠。我们虽然屏蔽了气息，但挖皇宫太大，只要肯找，还是能被查出来的。确实有些棘手，我感应到危险，恐怕这次难以避免了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的东西可不是谁都能拿走的。刚好这人道圣人果位也凝聚成功了，我们可以用来缔造一尊人道圣人。太好了，一尊圣人战力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存在。通天师兄，我想将这人道圣人果位给伏羲兄长使用，您意下如何？善，伏羲乃人族三皇之一，对人道果位再适合不过。多谢师兄。请宿主前往火云洞进行签到，任务完成可获得超神大礼包一份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火云洞，先把红军晾在外面，等他能找到我们再说。好，我们走。这些封印倒是足以隔绝外界感知。宿主抵达火云洞，签到完成，超神大礼包演化完成。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功德至宝大道功德金轮。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啊！这一轮大道功德可以用来当做底牌对付红军。我们进去吧。否极泰来，什么意思？接下来我会获得到惊人的机缘造化。你的这个卦一看就有问题，不准，一点都不准。你这算的是黑卦呀！我们是被囚禁在了火云洞之中，我们出不去，没人能进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能有什么机缘造化？我算的卦难道真有问题？不对，我算的卦没问题。火云洞外面有动静，好像是有人进来了。小妹，通天圣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兄长，我们是来送你人道圣人果位的。人道圣人果位？小妹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你不会骗我们吧？自然真的不能太真了，没有任何的虚假。这的确是人道圣人果位，有了这东西，我们人族将能真正的以圣位镇压人族气运，再也不会再如同那猪羊一样被圈养在洪荒之中。虽说这一座圣位有着一定的缺陷，但是也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大兄，你来融合这一座人道圣人果位，届时就能走出这火云洞，重获自由。就算太上那些人也对你无可奈何。小妹，第一位人道圣人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战斗力，我并不善战斗，即便融合了，也不是最优选。那谁合适？
三皇之中，轩辕最善杀伐，若能融合此果位，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圣位战力的缺陷。你们看，根据卦象显示，轩辕融合圣人果位，效果最佳。大哥，不行，我不能要这果位。三弟，你不要再犹豫了，大哥说的没错，你才是最合适的。人族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位战力强大的人道圣人。天道能演化出8尊圣位，人道未来也会有新的果位出现。轩辕氏只是先我们一步而已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顺从大哥的安排。人族三皇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既然如此，这一尊人道圣人果位就给人皇轩辕氏了。不过，为了你顺利融合圣位，需要提前做些准备，争取把这尊圣位的价值发挥到最大。通天教主该如何准备？这些事交给我处理。举人族之力，共进人皇轩辕氏。3天之后，大商境内，包括800方国在内，举族祭祀人皇轩辕氏。抗令者，斩！是，陛下。祭祀人皇轩辕氏，这举动有古怪。若祭祀女娲尚有道理，祭一位被困火云洞中的人皇，何意？难道帝心想借此将轩辕氏救出火云洞？异想天开。人皇若敢走出火云洞，人族气运立刻不稳，整个大商王朝可能顷刻覆灭。这代价，他们承受不起。这次的祭祀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胆敢阻止祭祀的进行，全部处以极刑，株连9族。太师，你来监管祭祀，保证让其顺利进行下去。是，所有人开始警戒，但凡有捣乱者，定斩不饶。祭祀开始。无法看穿人间，这对我们大忌。无所谓，反正这些小动作在绝对实力面前算不得什么。慈航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体内的法力比我想象的还要混乱，元神里竟被人族气运掺杂着，在磨损你的元神。人族气运有毒，竟然在排斥我等仙神。不对啊，人族气运虽然能压制我们，我当年辅佐人皇轩辕氏，曾得人族气运加身，才有今日修为。居然是真的，人族气运发生了变化。这是人族众生的混乱念头所致，红尘多苦难。这气息对我们是毒，会污染元神、法力，甚至大道根基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祭祀人皇，人族气运在地心的主导下史无前例的汇聚，再加近年人心的变化，红尘杂念沸腾。此次祭祀只是引子，触发了汇聚。如果人族气运一直如此，我们今后恐怕难以踏入人族疆域了。靠近朝歌，气运越浓烈，对我们排斥越强。若强行进入，恐怕顷刻间便会被冲刷陨落。那我们的徒弟，还在朝歌的徒弟怎么办？先看看这次祭祀的结果，若实在不行，就去找师门求援。如果不能进入朝歌，我们怎么办？没有徒弟，怎么度过神仙杀劫？可恶！地心，等封神亮劫结束，我定要让你生不如死！通天与女娲不再挖皇宫，并且在消失之后，人族还发生这种变化，祭祀人皇，你们会不会就在这里呢？入口处的符文没有被触动，但通天，你有混沌珠在，想必瞒过这点东西
不在话下。红军，别把我当作不存在啊！平心，你很好。本宫一直很好，你要走，还是在此斗上一场？该死，太上那4个圣人被封锁了，也还不老实。这段时间看来不能全力动手了，还得分心镇压他们。哼！这红军实力果真深不可测，他的到来我们连一丝察觉都没有。好歹是河道天道的存在，实力自然强大。若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，恐怕就不是这么平静了。不过，接下来就不是这样了。时间已到，就是现在！轩辕，还不速速正道人道圣人道果！这是人道的呼唤。怎么会？轩辕氏怎么突然就成圣了？就算他是混元准圣，也不该在这一刻冲破命运长河的束缚。难道是成汤那边的祭祀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人道，竟然是人道圣人！通天、女娲，这是你们的手笔吗？人皇轩辕氏正道成圣了，看来这该又是通天道友的手段了。红军，你的那些布局，接下来怕是要大麻烦了。人皇轩辕氏，地心祭祀人皇轩辕，如今轩辕竟成了圣人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变故当真是让人措手不及。轩辕被囚禁在火云洞里，他怎么可能突破天地牢笼，打破圣人封印？不会是通天或女娲的手笔吧？那我岂不是……我人族将多出一位圣人，真正属于我人族的圣人，重新进行祭祀。这一次祭祀人皇轩辕圣人。我轩辕终于正道成圣了，多谢通天道友、女娲道友。哈哈，恭喜轩辕道友了！一招超脱凡笼，从此海阔天空，鹰飞鱼跃。恭喜！终于，人族气运重振，天下将有所不同。天上地下，唯人独尊，人皇万岁！就算他轩辕成了人道圣人又如何？终究也只是一个初入圣境的人道圣人而已。人族既然成了天地主角，绝不能允许有人道圣人出现动摇格局。就算成了圣人又如何？同样要被永远囚禁于火云洞之中。轩辕剑何在？终究还是让朕太过于失望了一点啊！轩辕，你竟敢不先通报便动用人道圣剑！太上圣人，这一口人道圣剑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人族，为朕所执掌。这些年教主替朕保管此剑，朕自然感激不尽。不过，太上身为我人教教主，享我人族气运，想必也理所当然。不尊圣人，该打！既然太上你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虽然朕目前无法废除你人教教主的地位，但有些事朕还是可以做一做的。怎么可能？我的气运足足被削去1/3，人族之气归于人族。该死！再来一次，我的圣人果位可能要跌落。轩辕，你这是在自找死路！是不是找死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胡吹大气，谁都可以。
我要让你为这话付出代价。通天，居然敢故意借我之手来破风，让人族三皇顺利离开火云洞。所以呢，你能奈我何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反正现在人皇已经正道，火云洞的封印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。杀！太上，你我二人不如就坐下来静静的看戏吧。你若是出手，事情可就不好解决了。你与轩辕之间的实力差距有点大了，不如待在我的诛仙剑阵之中，免得造成不可后果。你现在的对手是我，可不要看错了。师弟，现在只能够靠你了，就算付出代价，也必须要将人皇轩辕的解决掉。你们都认为我的实力垫底是吧？那好啊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来给你们送上一份天大的惊喜。轩辕，今日就是你生死道消之日，想杀我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有女娲和通天在，轩辕已经没法解决了。通天，你给我等着！该死的，居然这样就走了！想走？想走？通天！别动！通天，你做的太过分了，停手吧！你以为你真的赢了吗？轩辕，去死吧！果然老奸巨猾。女娲师妹想去哪里？既然出手，便要斩绝。区区一件灵宝，也妄图阻拦我！接引！女娲，何时如此之强了？今天谁来也救不了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？那颗珠子是什么东西？能有如此威力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凡物。这就是混沌珠的威力吗？恐怖如斯。别停啊！我也没说不继续了。通天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说是我做的，那就是我做的喽。如此爽快的承认，当真是他做的吗？这就是报答圣人的感觉吗？太爽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竟能画出圣人怨煞，倒是出乎意料。醒来！
通天，这一次的仇我记下了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报复回去的。我等着。你最好等着，好好等着我将你撕碎的那一天。需要我送送各位吗？多谢通天师兄手下留情，这次的恩情，我师兄二人会深深记下的，永生永世也不会遗忘。那你就记好，永远都不要忘。可惜不能真杀了，不然天道肯定会全面复苏，与我不利。不过这次能重创他们也算不错了，甚至于直接打乱了红军的谋划。是啊，红军那老头估计要气死了吧？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。是得注意点了，红军毕竟身合天道，实力深不可测。经此一役，我人族距离摆脱限制又更近了一步。是啊，没有了火云洞的限制之后，我们都将能重回人族，这是一个天大的造化。届时，我们这些人都将能有机会冲击人道圣人之位，而这一切都要多亏女娲圣人与通天圣人。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接下来得想办法协助武帝他们也摆脱圣人禁锢。轩辕成为人道圣人，天道大势已被人道刺激而偏移。人道与地道竟然加持诸天万界，天道力量被迫融入，天地人三道共同刺激下，诸天万界在迅速成长，甚至开始诞生新世界。不行，这局棋盘必须得掀翻了，否则我就要被赶出棋盘之外。没有想到这个法子竟然还真的有用，这样一来，红军那家伙倒是要头疼了。红军的实力太强了，只有用手段牵制红军，才能让他分心，这样我们才有余力从容应对。不过是小小的算计了一下红军而已，也不能够完全指望这些。想要真正的把握住自己的命运，还是得依靠自己真正的实力，靠自己的拳头。通天师兄说的对，一切还得靠自身。轩辕，你们先就在火云洞之中修行吧，先将伤势给恢复了再说。至于其他的，等到了封神亮劫再来进行清算。我知道。目前你最重要的就是优先探索人道奥义，弥补混元道果缺陷，争取将战力提升。没错，今日若是没有外力相助，那你恐怕才刚晋升就要陨落了。千万不能被境界上的突破所迷惑。放心吧，这一切我都知道，我不会大意自傲的。有了一尊人道圣人坐镇，其他的那几位天道圣人再想要算计我人族，也得要好好的掂量一下才行。少了上面的算计，姑再想做什么事也会顺利得多。前有三皇五帝，而姑同样也想要位列其中。不急不急，慢慢来，机会总是有的。在接下来的这一场封神亮劫之中，姑只要扭转我人族的命运，就将能德盖三皇，攻压五帝。陛下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吗？派兵将周围那些有谋反之心的小国全部灭了，还有如有发现截教以外的弟子，定斩不饶。是。人皇轩辕氏正道成圣了，而且还是从未听说过的人道圣人。我本想去帮助人族，算是给通天圣人道歉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现在去的话，估计就不止我一个了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要斩断退路，真正投身截教。投名状得好好筛选，把价值最大化。这块碎片自轩辕氏正道后，明显强了不少。人道气运在里面流动，竟可沟通人道本源。如果我愿意，随时可废除轩辕氏的人道果位，甚至一念之间将其击杀。圣人
如蝼蚁。那红军呢？若真掌握了天道碎片，那岂不是能对天道圣人生杀予夺？看来得提前准备才行。女娲那边也应尽早化成人道圣人。他与人道契合，转化后会更强。还有地道平心。通天道友，这段时间你在洪荒可是风云人物啊。不知道友欢不欢迎？自然欢迎。不知道友前来是有何事？道友，我想问你关于地道图谱的事。怪不得轩辕氏会突然正道，原来源头在这里。你这隐藏的真身，连红军恐怕都想不到。这不过是一块碎片，我还没完全掌握其力量，但已经能借此窥见人寰的命运轨迹。人道图谱竟然能借吞噬天道鸿蒙子气演化成圣位，若真能如此运作，人道将变得更难预测。我也有些想法，需要你配合研究地道图谱，补全大道的布局，多一位能镇压的圣人，大道就更稳一分。轩辕氏的成圣给了我启发，或许洪荒的变化要比我预想的要来得快。我在以身化轮回之后，精神意识在大道功德的刺激之下，演化出来了自我元神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也就感应到了地道的存在，看到了那一张地道图谱。那道友为何不试着培育圣人呢？我也仅仅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地道图谱权限而已，并不能够真正的将其给掌控了。那就是地道图谱。我能与红军争锋，让红军无法踏足地府，就是因为地道图谱。纵使如此，我也仅仅只能牵制住红军一下而已。如果红军真的铁了心要出手，我依旧不可能真的挡得住。所以你怀疑红军手上也掌控了一部分的天道图谱之力权限？我也仅仅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地道图谱力量而已，而你竟然直接拿到了人道图谱的本体。或许是运气比较好吧，而且我也只获得了1/9的碎片。那也是人道图谱的本体啊！掌握权限与掌握对方本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我也明白为什么地道这么久没有第二位圣人诞生，我终究还是差了一筹。哈哈哈哈哈！简单，你也掌握地道本体不就行了？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试过了，可每一次靠近，图谱都会把我传送出去。天地人三道并行，或许有共通之处。你先参悟这一块人道图谱碎片，看看能否起到借鉴作用，以此来掌握一部分地道图谱。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又是那种异象，多亏我有混沌珠，不然早被坑死了。真的不愧是人道，怪不得人族能够成为洪荒之中的天地主角，成为人道的核心种族。这是天道图谱，想要吞噬这1/9的人道图谱碎片。我的东西你也敢擅自吞噬？地道又照样怎么样？想要抢夺我的东西，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元神似乎被什么东西拉扯，我仿佛看见了一座巨大的6道轮回，6个轮回黑洞吞吐诸天灵魂元神。是地府，但不能贸然出手。地府移动牵连甚广，地府变成了黑暗境地，视野全被压碎了，无法窥探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受重创，无法多做干预。通天那手
太阴毒了。人道也在微微复苏，不对劲，难道地府这变故，莫非与通天师兄有关？自找死路的东西！本源没有达到天道的地步，就敢对我出手，我看你纯粹就是在痴心妄想。阴道图谱，该死！图谱怎么复苏了？难道是平心强行夺取地道图谱？他是疯了不成？道友，这是要去哪里？该死的东西！若不是我要分心镇压太上他们，就凭你也配站在我面前？这红军果然和通天所说一样，似乎有什么顾忌。不过人道才刚有异动，现在又轮到地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地道，你若想玩，我还可以陪你玩下去。不过一旦失控，六道轮回必碎，地府也将毁于一旦。你继续跑，到那时，天道必趁虚而入，你这张图谱终将成为他的战利品。这就认输了？这是看到了吞噬人道图谱碎片的希望才会动手。如今希望没了，若他还要继续，只能说他真想自我毁灭，甚至被天道入侵。原来如此。多谢娘娘。请平心娘娘恕罪。多谢娘娘饶命。我没料到地道图谱想吞噬那人道图谱碎片，这事实在是抱歉。没事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大道图谱若太靠近，会相互吞噬。地道图谱先前的举动，很可能是基于这种逻辑。不过我还有个猜测，地道早就被天道渗透了，这次可能并非地道自发，而是天道暗中引导。不会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的地府就不安稳了。不管猜测真伪，都必须小心。如果我猜错了，那自然最好；但若恰好正确，既如此，那我就再找个机会对地府再清扫一遍，查清是否真有问题。这一次让我掌握了更深层的地道突破之法，人道图谱碎片的借鉴还是很有效的。既然有效，那就继续参悟，争取早日掌控地道图谱，把地道彻底掌握在手里。相较于红军，你反而有优势。六道轮回由你演化，你与地道契合更深，掌控难度更小，这恰恰是你的机会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一点，天道有天道圣人，天道圣人圆满，可镇压天道，让天道变得更加稳固强大。理的确是这个理，但地道想做到，那就必须要再出几位地道圣人才行。这地道圣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出现的。我用混沌珠推演了一个办法，理论上可行，至于能否真正做到，还得通过实验才行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子？六道轮回其实可以分开来看待，天道、人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、阿修罗道、恶鬼道，出现一个能完整掌控六道轮回的地道圣人，那的确非常困难。但如果让六道每一轮回都出现一位道主，六大道主共掌六道轮回之力，以此为基基，再次演化出地道圣人道果，流程就简单多了。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以六道道主来镇压六道轮回，我也能有机会腾出手来。不过道主的位置非常重要，一旦所托非人，出了差错，日后要拿回来的代价也会很大。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冥河教主。冥河教主，凹修罗一族是冥河教主所创，冥河若执掌凹修罗道，确实是个好选择。可冥河心性多变，凹修罗一族更是与西方教牵扯深。所有修士都在追逐圣人之位，人道出了位轩辕圣人，那地道呢？真有人能抵挡这种诱惑吗？你看，甚至不用找，就有一群人找上门，就连冥河教主的分身也在。既如此，那我就亲自走血海一趟吧。
请宿主前往血海签到，任务完成，可获得超神大礼包1份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多谢。只要能获得圣位，哪怕依附人族又如何？不对，这股危机……不知道是哪位圣人降临而来。冥河道友的脾气还真的够火爆的啊，一点都不输从前。拜见二位圣人，不知两位圣人今日前来所为何事？系统，我要签到。签到完成，超神大礼包生成，奖励式神枪，枪头意念。昔日道魔大战，式神枪枪头意念丢失，如今终于被我补齐了。再加上式神枪得以进化过，现在它的威力……冥河，这次我与平心道人前来，是给你送上一份造化，不过能否把握住，就看你自己的了。难道是圣位？我要你成为6道轮回中的阿修罗道道主，只要你同意，这个位置就是你的。我无法让你直接成就1道道主果位，只能尽力帮你进行道果融合，增加成功的可能性。我愿意。哪怕无法成为圣人，但能掌握6道轮回之一，这也是莫大的机缘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劫力突然增长了这么多？鲲鹏，你找死！这群家伙又发什么疯？让我来推演一番。竟敢暗杀圣人大弟子，鲲鹏这厮胆子真大。有趣，鲲鹏居然击杀了广成子，让广成子率先入了封神榜。不过鲲鹏的目的又是什么？管他是什么目的，现在我只要暗中帮助鲲鹏逃跑就行。这种大瓜不得不吃啊！不就是杀了你一个弟子吗？有必要真的这么愤怒吗？你连自家兄弟都让我出手去对付，现在又表现得如此在乎一个弟子，你这行为倒是让我有些怀疑了。闭嘴！胡言乱语！不久前通天教主自斩圣位，不就是你威胁我前去的吗？你许诺了诸多好处，结果到现在都没兑现。圣人诺言，比人间小孩放屁还不如。该死的东西！要不是有人暗中牵制我，你早就变成一抹亡魂。天尊，既然你要杀我，那我们就一拍两散，谁也别想好过。鲲鹏道友，不如把话说清楚如何？刚刚我的确感受到了他人的相助，只是现在看来只能赌一把了。怎么，现在不敢说了吗？那我就好好的说一下。当年巫妖亮劫末期，我之所以会逃跑，都是你在暗中威胁我的原因。你说我若不听从你的命令，即便是女娲娘娘也都救不了我。面对一位圣人的威胁，我又哪里胆敢反对？因为你，我像个虫子一般只能躲藏起来，而你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，依旧高高在上。我这是背黑锅了。我说当时只是在背后谋划一些点子而已，怎么就变成了平心和女娲的仇敌？原始！女娲，你这是找死不成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原始能威风到什么时候。这下麻烦了，看来在短时间之内，我们是不能出玉虚宫了。不！大兄，堂堂的天道圣人，对一个无冤无仇之人下死手，这可不是什么圣人所为啊！多谢教主相助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鲲鹏，我看你今日要怎么逃？这元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贫道一直在注意你的踪迹，为何不能在这儿？
该死！要不是之前被袁氏重伤，我何至于如此狼狈？哪里逃！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以女娲道友的实力，那老东西占不了便宜，说不定还会吃大亏。你不行啊，就这一点实力。该死的，他怎么会这么强？连先天至宝镇压都不足以胜过。女娲实力如此强大，还与通天站在同一战线，这封神亮劫的走向已经改变了。女娲，没想到你隐藏得如此之深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已经进入圣人中期了吧？圣人境界中期，这怎么可能？不，我不相信，假的！女娲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可能会在我之前突破到那个境界之中去？不行，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必须要加快速度，抓紧突破到新的境界中去。我女娲现在已经是混元中期境界的天道圣人了，只可惜你身为盘古正宗三清之一，现在却没能拯救中期境界圣人，可惜可叹啊！好，既然你们想玩，那么本教主就来陪你们好好的玩一玩。亿万生灵为兵，封神榜起！封神开始。有点意思，封神亮劫这是爆发了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姑就来陪你们好好的玩一玩。不要看看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仙神厉害，还是我大商，是我人族更胜一筹。来人，陛下有何吩咐？此乃武道，人人可练，上限比之金丹之道还要更高。今日你便将此法传遍天下，让我大商人人如龙。武道，陛下居然有如此心法，难道是教主所创吗？老臣遵旨。亮劫开启，圣人无法推算人间之事。这一次，你们就好好看姑是如何给你带来惊喜的吧。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吗？不过是在徒劳挣扎罢了。让本宫来好好见识一下，这所谓的天命封神榜到底有何威力！你敢！该死，封神榜不能被毁，否则得不偿失。这实力当真是深不可测。杨梅没拦住红军，不对，这是天道真身，本体依旧在紫霄宫，还真够果决的。这下麻烦了，我不能出手，一旦全面对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即便天道出现了，也不敢在封神亮劫这关键时刻下杀手。说到底，天道现在也是一只纸老虎，最后的结果多半各打50大板。女娲，尔等贸然开启封神亮劫，现放逐进天外天混沌虚空，其余圣人，封神亮劫彻底爆发之前，不允许再入洪荒。果然是这样，看来在亮劫中，天道也无法为所欲为。哼！果然，已非应劫之人引动亮劫，自己要受沉重因果打击。事到如今，我已没有退路。亮劫既已引爆，麻烦只会更大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赌一把。在这一场神仙杀劫之中，我要汇聚真正的亮劫气运。老师，教主，为师也已经教了你们这么久了，现在轮到你们来回报为师了。老师，在这一场封神亮劫之中，最重要的便是天运。现在
天运在我。那家伙是在搞什么名头？竟然将应劫之人给斩杀了！通天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本教主是想要做什么了。通天2次正道，法力混元，肉身混元，女娲更已具备圣人中期实力，远远超越我，短期内不可能赶上。应劫，既然这一场封神亮劫由我引爆，那么就让我来成为这一场神仙杀劫的应劫之人。滚！这一次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我。纵使灵宝受损也无所谓，只要时间足够，迟早还是能够恢复过来的。傀儡可不会好心的放过姜子牙和申公豹。不对，难道元始突破了红军的封锁，恢复一些大剑道术起，大剑道术演化剑海，来的正好，劫运加持我身。呀！我给你个机会，等你到了圣人境界中期，你我再来一战。我们可是一起修行万年的好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谁让你吞了我的宝物？给我死来！你敢和我抢夺宝物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有能耐的话，那就试试看。天地乱象四起，这些生灵的真伪性灵被屏蔽，变得冲动暴力，动辄冲突杀戮。算了，先邀请准皮接引，还有元始商议接下来的事吧。劫运加深，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成为圣人境中期。没必要在乎这些，好处越大，背后所隐藏的危机自然也就越大。该死！那个疯子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他好歹也是堂堂的天道圣人之尊呐！不行，我必须要在元始回来之前，先找到保命的办法。女娲，不知叫唤师妹是有何事？你竟然搅乱了我与鲲鹏之间的因果，女娲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师兄这是有意见？够了！这里是八景宫，不是娲皇宫，也不是昆仑玉虚宫。谁要是再胆敢擅自动手的话，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。见过诸位道友，我这没来迟吧？既然大师兄都已经这样说了，作为师妹的我，自然是要给个面子。这印记不简单，远比表面所现特殊。但元始灵光被蒙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道是挣脱我的封锁了？需要加快进度了。我要找天道意志谈一谈，绝对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。陛下，现在四方诸国在西岐的带领下已然进行反叛，对我人族气运影响颇深。好啊，没想到孤好声好气地对待他们，
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，倒是让姑大开眼界了。大王，不如让老臣带兵出马，将那些叛徒全部镇压下去。请大王下令，兵发即可。打自然要打，但没必要急于一时。谅解因果之下，变化无常，大家不必自责。毕竟那些背叛者身后是诸天仙神，就算800方国皆反，也不足为奇。关键是如何对付他们身后的仙神。我们必须准备周全，不打则已，一打就要一举将其镇压，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，彻底斩断那诸天仙神的手。人族永不为奴，人族永不为奴。这是人族的精神意志，太恐怖了！这种力量，还好我们是站在大商那边的。人族的这份精神意志，坚韧不屈，人定胜天。若能参悟其中奥秘，或能助我正道转胜。我得在人族之中好好学习这一条路，等到下一次化身皈依，或许便是我正道之时。竟然能够察觉到人族的特殊之处，倒是超出我的预料。若真能参悟出人族精神，他的混元之路便会顺畅无阻。啊！长耳定光仙竟然把道场封得这么紧，这谨慎的有些过了。算了，暂且留着这条鱼。他好歹也是堂堂的天道圣人之尊呐！不行，我必须要在元始回来之前，先找到保命的办法。鲲鹏，今天无论如何，你都是逃不掉的。他们两个怎么突然跑到我这里来了？鲲鹏镇元书都曾是紫霄宫红尘3000克，若能一举除教，攫取准圣之资，我的6道道主之位或可更进一步。通天教主，我鲲鹏愿意加入截教。广成子对截教不敬，我已斩杀，以其为投名状，望通天教主能够接纳。通天道友，这一切不会都是你早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的吧？你想多了。我若是想要斩杀广成子的话，还需要安排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也是，鲲鹏此前被通天善恶2师反阵打成重伤，差点陨落东海。按通天性格，根本没必要。鲲鹏啊鲲鹏，你还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了进来。不好！你要杀我吗？鲲鹏，作为你冒犯混元圣人的惩罚，今后你便在这无指环中闭门思过500年吧。不过分，不过分。多谢通天教主慈悲，修为被封，元神受限，这一压就是凡人般的无力。不过也好过被斩杀。他已无反抗之力，一斩便了。可若我动手，恐将得罪通天教主。武装观镇元子前来拜见通天教主平心娘娘。镇元子道友，请。见过通天道修，见过平心娘娘。冥河道友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。只是教主和娘娘邀请我来做6道之主，参谋地道圣人之位。阿修罗道道主果位，若冥河真能证成，日后成为地道圣人岂无悬念？为什么这等大机缘偏偏落在他头上？等下，既然你们愿意把这事说给我听，是不是也有把这机缘赐予我的想法？道友昔日助我炼化不周山，这不过是回礼罢了。更何况今日我还阻拦你报仇。当然，道友的仇我一定会让你报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希望道友能理解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我愿意加入截教，永不背叛。
因果被阻拦了，根本无法推算。怎么会这样？截教的气运竟然又壮大了！通天他这是做了什么？真不愧是通天师兄，这手段当真可怕啊！道兄，你暂居武装观中潜修，尽量不露痕迹，不要让那些天道圣人发现你的存在。你站上6道轮回盘，细细感应6道，看你与哪一道更契合些。小道领命。就算我自诩地仙之祖，但与真正的圣人相比，这些名号一文不值。若能得此一证，此生无憾。不要对抗6道轮回的力量，以6道轮回盘为依托，用你自己的元神意志去感应6道轮回。天人道、修罗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、人道、畜生道，各有不同，却又浑然一体，真是恐怖。不知道他会与哪一道相契合？这绝对不可能！镇元子他怎么会与6道的力量都共振了起来？与其说是镇元子在与6道共振，不如说是那张地书在帮忙。地书，地道虽以6道为父，但本质上是承载，承载万物归虚后的所有，再以此进行轮回。那地书有自带承载天地之功，能与地道之力共振，倒也说得通。地狱道，恭喜镇元子道友掌握地狱道之力，化身为地狱道道主。恭喜道友，日后地道圣人可期。冥河教主承载了阿修罗道，镇元子承载了地狱道，现在还剩天人道、人道、恶鬼道和畜生道。等到6道道主全部归位，我的力量差不多就能全部归来了。就是不知道这剩下的位置又有谁能拿到呢？那里有异样。6道轮回拳。阿修罗道道主与地狱道道主的出现，竟然能对地道图谱产生影响。你去试试，用你之前掌控的地道图谱权限去炼化它，看看能不能借机拓宽掌控。还真有效，我对地道图谱权限的掌控又提升了许多。看来这个道路是正确的。我若能彻底掌控地道图谱，便能化身为地道掌控者，有机会以地道抗天，真正压制红军。已经达到目前极限了，图谱那边开始抗拒，不能再继续了。看来得找齐另外4位6道轮回道主才行，也会有同样效果。这个过程不会太慢。我们这边的事也差不多了，封神亮劫已经爆发，现在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这就要开始下一步了吗？红军那家伙阴险，想把所有正道后元大罗仙间的法门都隐藏起来，但我偏不让他如愿。我要公开正道之法，撬动洪荒格局。这次，我们将所有的正道之法都给公布出去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正道混元，从而对红军形成一定的压制。若混元大罗仙过多，洪荒世界很有可能无法承载，而导致洪荒破碎。若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掌控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对于这些担忧，你就是想多了，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些东西。诸天万界会将洪荒世界所承受的压力给分担出去，到时候就算多出10几位混元，也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当时就已经想到现在这点了吗？有一点你可别忘了，人道和地道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一旦人道和地道圆满，这些人的实力又如何与我们抗衡？这才是真正的大格局。就是不知道这一切都成功之后，大兄他们是否还能重新归来？或许等到洪荒世界蜕变到更高层次之后，能有机会进行换魂，将他们重新召唤回来。当然，也仅仅只是一个可能。没事，只要有一定的可能性，我就要去努力的冲一把。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一个谅解不行，那就用2个谅解、3个谅解、4个谅解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？
直接散播功法。散播可以，但不能牵扯到我们的身上，不然按红军的性格，一旦突破底线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。那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就安排好。红军，接下来在这一场封神亮劫之中，就让我来陪你好好的玩一玩。我之前推算过，传说中的三仙岛即将出现。请宿主三仙岛签到，任务完成，可获得超神大礼包1份。三仙岛，这不会有误吧？不可能有误的。你先在这里盯着红军，免得那家伙坐不住，突然跳出来搞事情。这就是三仙岛。管它是三仙岛还是四仙岛，既然出现在了我金鳌岛附近，那就是我截教的东西。还敢这样阻拦我等，那就没必要跟他客气什么。三仙岛，这可是好机缘啊，何该归我西方教所有？差点忘记，道祖说过了，短期内圣人是不允许进入洪荒的。是急是急，这两个家伙怎么回事？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这两人难道也……按道理来说，三仙岛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突然出事才对呀。是受到了亮劫影响的缘故。算了，反正三仙岛与我无用。倒是接引和准提两家伙，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。系统，我要进行签到。三仙岛签到成功，超神大礼包已经生成，恭喜宿主获得剑道法则碎片5枚。这正是我需要之物。距离以大剑道术完成法则正道已经不远了，我现在才2次正道而已，若完成第3次法则正道，哈哈哈哈哈！届时对抗乃至灭杀混元大罗金仙、中期圣人都应不难。还真是一处修炼福地，不愧是当年父神开天之时的一块混沌碎片所演化成的地方。这是三光神水，这要是让元始给看到了的话，哪怕是傀儡，恐怕得疯掉吧。第一座岛就有如此收获，其他岛屿呢？先天净世白莲。先天净世白莲，当年混沌青莲破碎后，演化诸多莲品，只有净世白莲没有出世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混沌珠，带我进去。竟然还有这样意料之外的一个惊喜！先天净世白莲，或有机会渐变为先天混沌净世白莲。如果真能逆转先天，那其他的灵根呢？等这次情况看看，如果可以，那好处真是无法想象了。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好机缘值得我动手。不过那些洪荒大能进来之后，就会发现这一处地方。等他们看见突破混元的办法后，到那时，那可是一座先天阵法呀，就这样没了。这也太败家了！不要可以给我们啊！我截教秉承天地间的一线生机而立，三仙岛大家都可进入其中，寻找适合自己的机缘造化。但是岛内不可擅自动手，也不可肆意破坏，否则将面临来自我截教的追杀。多谢通天教主，祝通天教主圣寿无疆，亘古不灭。去吧，都去吧。你们在这儿的发现，我可早已准备好传播出去了。师兄没多说，但他这样做肯定另有目的。不合理，通天难道想用三仙岛拉拢人心，借此在封神之中博取更多洪荒大能的支持？这等宝物平时哪有机会得到？这一切还是多亏了教主仁慈啊！这是混沌魔神的气息！难道三仙岛里藏有混沌魔神？盘古不是已经斩尽了吗？应该不是，不然教主就该动手了。或许只是残留的气息。遗迹竟然是混沌魔神的遗迹！遗迹竟然是混沌魔神的遗迹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，假的，全部都是假的，肯定是天魔幻象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怎么如此兴奋？你自己看，这是混沌魔神的正道之法，这是正道法门传承。什么？混沌魔神的传承遗留，这怕是要出大事了。红娟道祖，你可真的是够狠的啊！竟然隐瞒了这些，有多少人是这样被你给坑死的？这些所谓古老的混沌魔神传承，竟然把肉身正道、元神正道、法力正道、大道法则正道都写明了，这些都能走向混元大罗金仙。若都是真实的，那就说明，如果这些法门都能成真，那所谓以力正道便不是红军口中那一路，只要融合，就能成混元大罗金仙。只是一点偏差，却足以改变整个洪荒走向。怪不得通天那家伙会选择自斩圣位，原来是早就察觉到了这里面的秘密了。通天或许早已看透这整盘棋，我们也被蒙在鼓里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我被红军给坑了。
当年我为何会被迫正道天道圣人果位，竟然是这个原因。通天师兄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谋划吗？真是高明啊！一下子便将红军推到所有人的对面。若当年没有被蒙蔽，东皇太一、帝俊、西皇乃至12祖屋都可能有机会正道混元。通天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盘古的以力正道之路。或许再过不久，以力正道这条路，通天恐怕就能真正走通了。我们一直以来的修炼，居然都走错路了。我说我的修为怎么一直没有提升？醒醒，那是你自己资质不够好吧？不管如何，红军道祖欺骗了整个洪荒生灵这件事是真的。哼，道祖，他也配得上这个称呼吗？红军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份大礼包，希望你能够喜欢，你可要好好收下才行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刚刚那股黑气夹杂着诅咒，直指我的天道圣人位。我来看看这变故吧。混沌魔神传承，该死有问题，太过巧合了，不可能只是偶然，肯定是混沌珠通天。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不便轻举妄动，否则一旦出手，只怕会被牵扯进更大的纷争里，得不偿失。哼！今日我们就来说说那三仙岛的故事。据传，三仙岛内有混沌魔神传承，直指通天大道。你这不是骗人吗？这通天大道有什么好的？道祖还私下圣人法门呢。这位看官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据说啊，那红军所传之法是有问题的，是断了道途的，专门坑害大家。真的假的？这可是道祖，你乱造谣，怕是要出大问题。怕什么？这又不是我编的。现在整个世界都知道了真相，不信你去问问那些当官的大人。我去，这难道是真的？这红军也太坏了吧，简直坏得流脓！教主不辱使命。混沌魔神传承是真的。有点意思，没想到红军的阴谋算计，竟然就这样被人得知了。这下子真的有好戏看了，剧情的发展应该会越来越精彩。就是不知道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通天吗？修士们发现了正道混元大罗之仙的法门之后，必定按耐不住。接下来，人间气运已经攀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地心的安全应该没有了太大的麻烦。通天圣人，你来了，来看看你这边的情况。现在看来，你做的不错，在人族气运的加持下，我的人王位格牢不可破。就算天道圣人动手，也要三思而后动。诸天仙神，我替你挡住，但人间你得自己办好。随着亮劫演变，你的压力不一定会比我小。想对你出手的，不仅仅是诸天仙神和天道圣人，还有红军。我尽我所能保证你的安危，但完全防御住是不可能的。教主，你这可真是给我泼了盆冷水。我若真被红军盯上，绝无还手之力。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测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提升武道修为，趁封神亮劫把武道在人族传播开来，以武代仙。我已经在传播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最好挑出一部分人族的文明种子隐藏起来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？先做一手准备而已。这次封神亮劫的结果，我也无法准确预料，所有过程都被扭转了。诸天万界这次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。多谢圣人提醒，我知道了。但真出现了最坏的情况，即便留下种子也无济于事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准备还是需要准备的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姑明白了。最坏的打算吗？本体
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将第三尸、自我尸给斩出来？只有当三尸全部斩出来，我们才能进入准圣圆满境界。不然因为不圆满，彼此相互掣肘，反而会成为拖累。你得赶紧，快了！自我执念极强，等我把剑道法则推演到混元圣人境界，斩自我尸就会轻松许多。以斩三尸正道，一旦正道混元，三尸的力量会提升一个等级。我以混沌珠承载三尸，力量更胜于他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定得去红军面前好好刺激他不可。快了，就差最后一步，第一位轮回道主就能诞生。吾道成矣。那股气息分明属于冥河教主，但气息中竟夹杂着六道轮回的力量波动。又有变故，待我查看一番。我的地盘不是你们想窥探就能窥探的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平心到底做了什么？他想利用冥河教主干嘛？冥河教主契合的是阿修罗道，正对应他所创造的阿修罗一族。难道平心不会是想缔造第二位地道圣人吧？就像是天道圣人一般，当真是好气魄，厉害！恭喜冥河道友契合阿修罗一道，化身六道道主之主，今后地道圣人之位指日可待。恭喜道友，道友也快了。万事开头难，只要扛过去最初那段困难，掌握六道波动便会容易许多。我冥河教主今日当成阿修罗道道主，以己身镇压阿修罗道，镇压六道轮回，地道共建之。阿修罗道道主，这是什么鬼？这一称号，难道与那轩辕人王一般，是地府专属的果位？六道道主，没想到竟然还真的让你们找到了这种办法。如果真的让你们成功，六道道主一旦归位，地道还真的有可能翻盘。但现在，这个威力根本无法躲避。完了完了，想命了！红军，看来你还真的是已经坐不住了。不过，这地府可是我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给老娘滚！吓死我了，终于躲过这一劫了。平心他走出地府了，他怎么敢？不怕被镇压吗？平心，现在退去，我还能饶你一次。饶我一次，就凭你吗？红军，既然你这么想玩，那老娘就来陪你好好的玩一玩，看看是你的天道之力强大，还是我的地道之力更加恐怖。放肆！好强！这位平心娘娘，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这种地步，挡不住，这一拳无法抵挡。没想到平心娘女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这种程度，现在就看看这次能试探出红军的多少底线。放肆！红军，看来你的实力也不怎么样嘛。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看看是否能以六道轮回之力撼动天道。平心，你这是找死！这股力量竟然能让我感到一抹死亡的危机。任何胆敢妄动者，皆为天道所不容。我还就不信，你真的能斩我！在这九幽地府，
我才是真正的无上主宰，就算天道降临，也奈何不了我。愧是天道红军，这力量连混沌至宝也无法无损截住。天道并不是只针对我，而是红军借助天道之力在出手。不好，这是冲着通天道友来的阴谋。红军与天道竟然在谋划混沌珠。4件混沌巨宝中，混沌青莲与盘古斧已破碎，造化玉蝶也已落入天道手中。若混沌珠再被天道吞下，洪荒便再无变数。若天道再吸收混沌珠，整个洪荒世界将永远沦为天道牢笼。大道50，遁去其一。若那最后一线生机也被彻底毒死，洪荒便真的再无翻盘可能。好你个红军，好你个天道意志，竟然连这一步都算到了！看来你们是真的吃定了通天。失算了，天道的强大远比我想象的可怕。希望通天不要中了红军的诡计。平心仅仅只是一个诱饵而已。看来你们这次是真的以为吃定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玩得更疯狂一点，最后彻底崩碎6道轮回，崩碎整个地道。没有了6道轮回，我看你们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到那时，你们还能够如何？真要继续下去，整个洪荒都要破碎，这对我们有很大影响。走吧，我们得下去阻止才行。看来大家都恢复过来了，只是借助元始师弟的节气，暂时获取傀儡的控制权而已，动作要快。糟糕！天道，你不是想要侵蚀我的元神，掌控我的元神吗？那今天我就来送你一份大礼吧！天道，老道对于你的行为也是有些不认同啊。你想掌控我们的元神，这本就是手段较量。我们若真比不过你，被侵蚀也罢。可你如今连这点面子都不留，分明是故意羞辱我们。既如此，那就鱼死网破吧！天道，天道啊天道，你还真是让人恶心啊！我们师兄弟2人都已经为你打工如此之久，可还是一直被锁在天外。你现在又玩这一手，是要彻底断绝我们未来自由的希望，这让我们也很为难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人道可不落后于人。去！陆胜，助我！这天道莫不是疯了？天道啊天道，你终究棋差一招。这些天道圣人都有自我意识，并非你想操控就能操控的。没有人甘心做他人奴仆。你现在的行径触碰了他们的底线。你们难道想背叛天道不成？别忘了你们的身份。我可以赐你们天道圣位，同样也能驱除。
天道啊天道，你的算计还真的是够有趣，竟然想要掠夺走我的混沌珠，你还真的够敢想的啊！你难道就不知道，有时候事情一旦做错了，就要付出代价吗？既然你们这么想要混沌珠，那我现在就给你们。找死！你认为仅仅只凭借着一部分的天道力量就能够吃定我们吗？天道意志，你压不垮我。我为人族之母，人道气运加深。哈哈哈，都还在打，那怎能少我一个？既然找死，那就全都死吧！死？哼哼，我是来给你送一份大礼的。死？哼哼，我是来给你送一份大礼的。怎么可能？通天到底从何处得来如此之多的大道功德？竟能凝聚出一轮大道功德金轮。大道功德几乎无人能得，除了盘古与平心之外，已无人可比。该死！这么多大道功德，若继续打下去，便等于强行磨灭大道功德。到那时，便是我也承受不起。那一击已被我催动到极致，权势已恒，根本来不及收回。红军，天道意志，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一份大礼包。不能再继续打了，不然将受更重惩罚。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一份大礼包。昊天，你很好。不用你说，我知道我很好。大道功德不等于无敌。在这一场封神亮劫之中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，打死。既然你不动手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一招我还是第一次使用，有些不熟练。若有不舒服的地方，就给我憋着。你怎么可能？你怎么敢将大道功德容纳体内？你不怕被反噬吗？会不会被反噬，那就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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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现在，给我消失吧！通天，你会后悔的！后悔？既做决定，永不后悔。这一劫结束了，你们呢？也想和我过过招吗？恭喜道友，不过我佛教还有些事要处理，先走了。我也一样。通天道友，再见。哼，你得小心些。那老家伙寄托天道不是那么容易死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果然知道了什么。不过我们正在努力出来。走吧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处理呢。